你有沒有發現，現在世界上最難修的東西，不是手機，不是電腦，而是人跟人的關係啊。手機壞了，送修3天拿回來；車子故障，換零件就恢復。可是夫妻吵架，10年前一句話，到現在還記得。朋友翻臉，一個封鎖按鈕，從此消失。家人為了一些事情爭執，明明住同一個城市，卻像住在不同星球。最奇怪的是，人類可以發明人工智慧，可以探索太空，卻常常不知道怎麼跟最親近的人好好說一句對不起。所以今天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：破裂的關係真的能重新連起來嗎？以西結書37章，神給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畫面，他叫先知以西結拿2根木杖，一根寫上猶大，另一根寫上約瑟，也就是以法蓮。如果我是以西結，我可能會想，神啊，我是先知，不是木工老師，為什麼突然叫我做手工？但這2根木杖背後有一個很深的故事。當時以色列早已分裂成南國猶大和北國以色列，原本是一家人啊，後來變成2個陣營哦。兄弟變敵人，親人成對立，這是不是很像今天呢？家庭群組分派系，公司分小圈圈，甚至吃飯都能吵起來。有人說火鍋一定要麻辣，另一個說清淡才健康，最後還沒吃火鍋，關係先煮熟了。人很容易分裂，但神說我要使他們合而為一。然後呢，神吩咐以西結把2根木杖放在手中，竟然成為1根。這不是魔術，這是在宣告神能把人做不到的修復重新帶回來。可是神真正要修復的不只是國家，而是人的心。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外面看起來正常，裡面卻充滿破碎。我們說我已經原諒了，但心裡還保存着傷害記錄，像手機自動備份一樣，每次想到又重新下載。我們說我相信神，可是遇到問題時，第一反應還是我要自己控制。我們的生命常常像2根木杖，一根想交給神，另一根還緊緊抓着自己的主權。然後呢，神接下來說，我要使他們有一位王治理他們，他們必歸一。這位王就是神所應許的彌賽亞，也就是耶穌基督。神知道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規則，而是一位真正的君王。因為人最大的問題不只是環境不好，而是心沒有回到神面前。就像手機導航，如果一開始設定錯方向，你開得越快，只會離目的地越遠。人生也是如此，如果方向錯了，再多努力也可能只是更快迷路。所以神不是只想改善你的生活，而是要恢復你的生命。今天很多人追求和平，夫妻希望和平，家庭希望和平，世界希望和平。可是我們常常用的方法是，你先改，我才原諒你；你先道歉，我才靠近你；你先付出，我才愛你。結果大家都站在原地等待。但耶穌不一樣，他不是等我們變好才愛我們，他是在我們還破碎的時候就伸手尋找我們。十字架最大的訊息就是，真正的和好不是誰輸誰贏，而是有人願意先愛。接着神說他要與百姓立平安的約。這個平安不代表人生從此沒有風浪，而是在風浪中知道我不是一個人，神仍然與我同行。最後神說，我的居所必在他們中間，我要做他們的神，他們要做我的子民。這才是整段經文最大的高潮。神不是只想把2根木杖連在一起，
他要把人帶回他自己身邊，因為真正的恢復不只是關係變好，而是生命重新連結於神。今天也許你的家庭有裂痕，也許有一段關係讓你多年放不下，也許你的心裡有一些傷害一直沒有被醫治。但以西結書37章提醒我們，神專門處理人看為不可能的事。兩根分開的木杖，它能合成一根；破碎的人生，它也能重新建造。不要只求神改變別人，也求神先改變自己。因為當神進入生命，破碎開始有盼望，分裂開始有可能，失去的關係也可能重新被修復。金句：神最大的工作不只是把破碎的東西修好，而是把破碎的人重新帶回他的愛裡。有神同在的地方，分裂可以變合一，傷痕可以變見證。